杨氏太极拳之 2.15.16 进步搬揽锤揽雀尾列及一些说明。严重警告：这里所有的动作最好请专人指导，操作时需缓和柔力，不可做不出还硬做，这样容易造成对手的受伤。由于我们说的是武术而非养生，所以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宽容忍让，这是我老师每次教我时所强调的。我老师每次都会提及韩信能受胯下之辱，及宰相肚里能撑船。另外特别说明一下，由于我本身左手断过，没接好，所以经常的左手会不到位，特别说明一下。我们先看打拳的形。我们从搬揽锤的搬看起，由于上一篇有些细节没说。第一手的搬有一个随手擒拿，动作如下。这个是擒抓对手的手腕跟肘，正常状态是用两手擒抓对手一手，但是在这个动作，因为我的右手是绷击，在对手是极度的威胁，所以下意识的两手都会抬。这个就是标准的双手擒一手。记得之前有照，可是我找不到。正常对，正常是两只。正常。就是借用对手的反应动作去做，所以用一只手有机会擒住对手的手，而且这个不一定要做到擒抓，只要将对手的右手抓到我的胸口或肚子顶着，那就够了，也就是全身是手，手非手。对。对，就是按力要打。再来是为何手伸直向下转一圈？其实这是力学问题，在这里会使用手肘或手肘以上的部位去压。手伸直会造成更大的力矩，更大的旋转惯量，让对手的手接触的那一点力量特别大。所以一样的，打拳时要把意念放在拳心的位置，因为意念位置的不同会启动不同的肌肉运作来补助。由于力矩非常大，所以操作千万要小心。我们感觉力量小，但对手感受到的力量是非常大。当然的，简而言之就是杠杆。
希望能让您了解，通通都是理学。不过要简单明了的话，其实直接做个实验，有兴趣的麻烦跟着操作，就可以很轻易的体会。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，用你的左手去托你的右手，垂直这样，然后再放下，感受哪个力量大？这样，感受哪个力量大？再做另外一个实验，抬起一定的高度，放松落下，跟一样，抬起一定的高度，放松落下，抬起一定的高度，放松落下，抬起一定的高度，放松落下。这样应该可以很清楚的了解怎样的力量比较大。另外，这个实验可能就要有先决条件，您已经练得够松，可以任意控制所要用的肌肉，而不是一次全部肌肉都用力。我们来继续做个实验，先手伸直，然后出力，感觉在这里出力，好，跟这里再出力，好，可以感觉得看到吗？再来一种，我们再假借另外的之前那个就是动量的，这样，还有这样，这样看有没有下去的感觉？当三个一起的时候。有时所谓的使用烧结，会是借用手的重量及动态，所谓的意只是一个指引。这手直下去之后，绕上来做裂。由于目前大多数的太极拳裂已经消失，所以我们特别介绍一下。这里的裂与第一趟的进步搬揽锤的裂主要是脚步不同，一个顺步，一个拗步，不过都是要用脚去绊住对手。前面为搬揽锤的裂，后面为转身撇身锤的裂。这个是第二趟的是这个，这个可以在这里。就是这样。对，或者这样看对，看一个，对，第一趟的时候对，顺步的脚可以踩在中门跟外门，拗步的脚则踩在外门。这手在，这脚在前，就是按那样。对，还是一样要卡住人家的脚。必要的时候对。必要的时候。这个脚一拐，就一顶起来了。对，这是哎呀。目前做的动作就是横裂手，可以在杨氏太极拳散手对练里看到。横裂手再录制太极拳刀剑散手合边，一样的手要伸直，意念要放在拳眼。图面说明一下，假如够细心的就会发觉，图面的两个人是分得很开，但我们演示的是贴身。这个主要是这个图面年代久远，为照相描绘，照相在那个年代很贵，成本因素无法多角度的拍照。为了呈现手的位置，所以才会分开让观众看到。实际上不合武学原理，演练时需修正。而理论及实务上，就是要让对手越接近自己的身体，这样力量会更大。
所以对手要越靠近自己越好。当被猎时，有一个化解法，如影片。针对这个化解，我们当然会有应对。当然，变招颇多，我们仅列出1、2。下来。高不高？下来。在第一趟进步斑斓锤，我们已经有稍微介绍过猎的动作。有兴趣的可以去第一趟的进步斑斓锤看一下。所以猎的定义其实就是旋转或是死旋转，通常用在摔，但是现在很多人可能会很意外，但是以前的太极拳很多就是用陀螺来表示。目前我们说的猎可能与绝大多数的不同，但希望您去看吴公藻大师的8法叙述就知道。资料放于影片视窗下方说明处。再来动作就是接揽雀尾，相关影片请看第一趟的解说。我们在这里再强调一下，什么是捧，就是往前的力量或攻击。我们可以看前面一个动作，并将其连贯。只要你连起来看，就会非常清楚，捧就是往前的力量或攻击，这样也符合武术的定义。再来补充一下，在前面的转身撇身锤时，其实我老师有提过一段话，那就是拳头如石头，手背如绳子。若您有看过前一片影片，就会了解这是什么意思。若还不了解，看一下这个手摇鼓的影片，再看前一篇影片，应该就会了解。再次强调，做不出来不要强做，保护好您的对手。这些最好都是借由手把手的教导传授较好。假如您对我们的影片有兴趣的话，也觉得不错的话，除了订阅、按赞之外，亦欢迎分享，让大家认识这套太极拳。
想要查看其他影片，可以点击视窗左下方圆形图像，就可以进入频道页面查看所有的影片。请点击此处